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新年快乐！新的统帅消息也是来了，不过这一次官方透露的情报是2个远程统帅，还有一位驻防统帅，官方是暂时还没有透露的。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这2位统帅的技能分别是什么。那这2位统帅的身份在我之前的影片是已经猜中了，这2位分别是贡萨洛跟加查马达。我们先看贡萨洛的技能，他是拿着火枪对着敌人射的，毕竟在我之前就已经讲过贡萨洛他是用火器的，所以这个也符合他的形象。接下来技能介绍，他的天赋是攻城、通用、进攻。第一个技能火器教父需要怒气点1000点，对目标部队圆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1次远程重击伤害。我的天哪，远程终于有 AOE 了！那其实在之前的影片介绍有讲到远程的时候，有很多观众都说希望远程统帅是有 AOE 范围的，这一次终于来了！我的天哪，九爸应该开心死了。实不相瞒，九爸在很早之前就跟我讲过，有很大可能远程会出 AOE， 这个真的是得偿所愿了。伤害系数2400点，哇，这个攻击也是很高。若自身不在目标部队的近战范围内，则该伤害系数降低 50%， 每增加1支敌方部队，每支敌方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 15%， 也就是说不在对方的范围内，它的伤害系数就会变成1200。那确实来讲，这样子降低还蛮多的。不过也是换个角度去想啊，毕竟它是远程攻击啊，哇，远程攻击你有 AOE 的话，这样子确实比较离谱一点。所以我认为官方它降低这个数值是有必要的。所以现在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看它的技能特效的时候，看到它的炮弹射出去之后，子弹有扩散。原来子弹扩散的部分就是讲它的 AOE 范围可以达到3个目标。接着第2个技能的提升，工程车单位攻击力提升 20%， 行军速度提升 15%。在远程形态下造成的远程重击伤害提升 10%。第2个技能都是基本提升，都还可以接受。而且对于远程统帅来说，行军速度提升是真的很重要的，跑不跑得动也是很关键。不过造成远程重击伤害的提升就稍微有一点点低啊，不过还可以接受。第3个技能就是在我之前的影片有强调的解除武器，不过翻译成中文正确的说法是金手效果，它这个效果跟阿尔特米西亚是一样的。这里提升工程单位防御力提升 10%， 部队释放技能之后有 50% 的概率得到1层的警戒效果，持续8秒，该效果可以叠加，上限为2层，且每次叠加都会刷新持续时间。那其实 50% 的概率是很高的。让我们看一下下面有解释到警戒效果是什么东西。受到基础攻击时消耗1层警戒效果，对攻击者造成1次远程重击伤害，伤害系数200点，并且施加一个持续1秒的金手效果，持续时间1秒。那因为我之前不确定这个效果是金手效果，如果是像西德那样子的效果呢，其实是有沉默主动技能的。像那个金手效果它只是禁止基础攻击而已，所以放在被动技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它这个金手效果还是一样持续1秒而已，有一点短了。不过它的冷却时间也是1秒而已。设计到这么短的时间，主要是为了让玩家可以释放到2层的警戒效果。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各位可以直接理解成是2层的，不过前提是你们必须要叠到2层才可以啦。那以我的理解，它这个警戒效果呢，应该是跟孔雀类似那样子，消耗之后就要重新叠过。不过跟孔雀、诸葛亮、萨尔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叠层呢，在你拥有的情况下是没有影响的，它主要是消耗到那1层去打伤害而已。也就等于说，就算这个层数它是叠起来也不会说有什么额外增加几多的攻击啊，或者是技能伤害之类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受到基础攻击的时候打出伤害，还有经手对方而已。也就是说，这个技能其实没有搞到像其他统帅这么麻烦啦。不过工程车的防御力提升稍微有一点点少啊，只有 10% 而已。第4个技能骑士对决，受到的远程反击伤害降低 20%。这个争议主要是针对于远程统帅自己啊，因为用远程的话其实是会受到自己的反伤的，所以这里降低 20% 是可以接受的。接下来受到基础攻击时有 10% 的概率在接下来3秒内使自身部队的远程普攻伤害提升 40%， 冷却时间5秒。那有些玩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又是增加攻击没有用的东西。那我问过98，因为他是专门玩远程的嘛，他说如果用远程的话，其实攻击力比较起防御力还有生命力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是不是对你们而言有一点颠覆想象呢？没错，远程统帅确实是打攻击比较多的，所以这里提升 40% 对他们来讲是有好处的。最后觉醒技能伟大的队长，造成远程普攻伤害提升 15%。若目标部队不处在自身近战范围内，则自身造成远程重击伤害提升 20%。
若目标部队处在自身近战范围内，则自身造成的反击伤害提升30%。简单的来说，就是你在比较远的地方，当这个统帅射击你的部队就会比较痛，但是你想要冲前去打这位统帅的话，你就会受到很高的反击伤害。那严格来讲，我对于这个统帅的评价是还蛮高的。远程有 AoE 伤害，对我来讲就是已经很加分的地方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第2位远程统帅加查马达。不得不说，加查马达的技能特效是真的漂亮很多。这里也是顺便跟各位科普一下，因为印尼语跟马来文是差不多的 ，Gajah 的意思在马来文是大象的意思，所以你们才会在技能特效里面看到有大象的出现。加查马达的天赋工程通用防御，第一个技能大象将军，在接下来5秒内远程普攻伤害提升10%。那各位你们要记得，它这个句子呢是连贯这上面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5秒内，每一次远程基础攻击都会对目标造成一次远程重击伤害，伤害系数500，因为它是持续5秒的关系，也就是变成2500的伤害，但是是分段式的，就像萨尔贡跟贝特朗一样。不过也是一样，如果目标并不是在自己的近战范围内，则伤害会降低50%。不过因为这个统帅它是对单一目标而已，它并不是 AoE， 所以它没有递减15%，就变成这个远程统帅的伤害系数总共加起来就变成1250，跟第一位我们介绍的远程统帅是差不多的。不过一般分段式的伤害对于玩家来说都不太喜欢，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统帅是远程统帅，它可以站在原地慢慢射5秒，跟萨尔贡是不一样的。萨尔贡可能你在打近战的时候，对方一大群部队围殴你这个萨尔贡，可能你还没有在5秒之内把你所有的直接伤害打出去就已经死掉了。所以我们暂时先不要评价这个分段式的伤害好不好，之后看实战表现效果如何。第2个技能攻城单位行军速度提升15%，生命值提升40%。这个统帅是弥补了第一位统帅没有的东西，生命值，而且这个提升还蛮夸张的，直接给你40%的提升。接下来第3个技能，这个技能也是这位统帅的特色，在远程形态下造成远程普通攻击伤害提升15%，每次远程基础攻击有10%的概率强效治疗恢复部分轻伤单位，治疗系数400点，冷却时间5秒。在官方之前介绍的时候，我还以为它这个治疗效果有多么夸张啊，原来也只是一样10%的概率，但是治疗系数400点，冷却时间5秒。其实现在玛格丽特也是一样有10%的概率，但是人家治疗500点啊，也是冷却时间5秒，还多100点呢。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玛格丽特是要受到伤害的时候才会有治疗效果，至于加查马达是每次基础攻击的时候就有概率可以恢复轻伤，所以严格来讲，加查马达的触发条件是比较简单一点的。第4个技能工程车单位攻击力提升25%，造成远程重击伤害时，使目标接下来3秒内防御力降低20%，行军速度降低15%，冷却时间10秒。这个技能设计其实还蛮好的，首先就是它没有限制在于这个统帅一定要做主将的时候才会触发，你用攻杀洛做主将也是一样可以触发到这个技能，但是间接性也变成了它必须要搭配攻杀洛，或者是只有它自己可以触发到这个技能而已。像它的冷却时间有10秒，也就是说你只要带1个重击伤害统帅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要2个重击伤害加在一起。让目标防御力降低20%，可以打到他们更痛，然后行军速度降低是为了防止对方他看到你的远程要冲过来打你的远程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降低他的速度，让他不会跑得这么快打到你，好让你的部队来得及反应去攻击敌人，或者是你的队友帮忙攻击。觉醒技能是第3个技能的加强，从原本的在远程状态下造成的远程普攻伤害提升15%变成25%，直接提升了10%。不过治疗效果还是一样，只有10%的概率在每次远程基础攻击时治疗轻伤单位变成600点，但是这里又额外增加对目标造成一次远程重击伤害，又有额外的重击伤害了，伤害系数200点，冷却时间依然是5秒，所以觉醒之后效果真的是比较好的。以上就是2位远程统帅的技能介绍，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如果有哪些地方说错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